些比较惊悚的观众评论是吧？说说看，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观众说，大马你是骗子，骗完台湾人的这个同情心，骗了几百万，现在来骗大马。Yeah. Am I a good man or bad man? You asked me, and you said you didn't know. I don't know. 什么叫我骗台湾人？你能跟我说说看？他说你那个就是说自己的妈妈得了白血病，然后骗取了大量台湾网友的同情心，对，然后骗了几百万之后被戳穿了，是吧？我妈活得好好的，对，但是我妈非常无语。但是我们也有非常善良的大马观众，我也总是看到他们在帮你澄清，说你不是那个叫 Jack 吧？哦，我知道，就是有一个大陆去台湾治病的网红，是不是？就说他妈妈得了，其实说我是那个骗子。对。哦，我看了一下图片，你俩长得也不是很像，关键你还是比他稍微帅一点的。好开心啊！对，你这张脸主要是比较普通嘛，大众脸嘛。我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也有朋友发给我看一个那种网上的男公关的照片，跟我说你是网上男公关。其实我在挑灯做高等数学。我的妈呀！对，你不是说人家还说你是一个什么长得很像中国的一个商界领袖是吗？哦，是这个是我自己发现的，就是你说我像骗子呢，我觉得也有道理啊。我一看，我其实还像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啊，因为人跟人长得像很正常。我还像另外一个以前坐牢了的中国商界领袖叫黄光裕，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还是你长得比他帅一点。哦，谢谢，我都是骗子 Pro 啊。对，我觉得你的这张脸是很有骗子的意思。我记得以前我们两个不高中同学嘛，你这张脸一在小卖部出现，那个小卖部老板娘就师奶杀手，看到你就给你留好东西，我去买他就没有东西，你去买你就能买得到。这个真的是说我这个骗的还不少吧？应该还有人不是说我出去总是骗吃骗喝，我看到过这条评论。对，那说了些什么呀？你平时会帮我看的。对，他意思就是说你像某些网红一样，然后出去就是骗各种档口啊、餐厅的老板，要挟他们，然后获取就是不当得利吧。那肯定不会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不做这个事情，这个该给别人的肯定要给别人。但凡事呢，就经不起深问。我最喜欢的是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是做财务的，其实他呢黏黏糊糊的。每次老板问他一个问题，我们都替他捏把汗，他总是说yes or no 吧，然后把 yes 说一遍，把 no 又说一遍。我觉得你说骗子这个事情啊，你往深了想。谁敢说自己完全没有骗呢？我觉得又挺难这么说的。但是我想问你啊，就像我们这些节目里面所有的采访的档口老板也好，餐厅的从业者也好，这是咱们有没有吃过免费的午餐、免费的晚餐啊？这个肯定没有嘛！我觉得连这个都不相信我们的观众，那可以取关了。我们都是自己的这个亲身消费，没有任何的折扣，对吧？对，我们其实挺想商业化的，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个。这个我还是说要强调一些最真实的内心的分享。我们不做纯的吃吃喝喝，不传播正能量，不照着资料去读。那我们呢要追求本真，可为什么我又说这个事情是很难的？我要跟你坦白，我自己因为我们俩做这个拍摄啊，大部分片子都是我剪的嘛，我在剪的过程中，我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你完全说你自己没有骗的成分，你自己敢对自己说不是个骗子吧？这么说？我不敢这么说。意思是说我们俩的表达里面是有些夸大失真的地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没有存心的夸大和失真，但是你剪片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镜子哦，你知道吗？对的，就是因为我为了要剪早期，尤其是不太记忆成熟啊，我往往是每一秒钟的要剪30秒钟，大家看到10几分钟的视频，我剪了20个小时，那已经来来回回看了很多，看着看着我就发现，我说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吗？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只是把你想脑海当中想要呈现的事实，把它这个重新组织，然后我其实仔细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你所谓的骗有被动的，有主动的，有客观有不客观的，其实各种情况。比如说
比如来讲，当你要跟别人讲一个故事的话，你是否可以完全清楚地记得那个故事，还是当你每次讲的时候，你要去回忆那个故事是什么，你把它讲出来。我觉得首先人的记忆就是不是那么可靠。对，你经常骗的，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你的封面图吧，比如讲说，对吧？那答辩车的时候，以前放过这个陆兆福部长的，对不？以前放过张庆信旅游部长的那个头像，讲 M2H 那一集，对吧？然后最近一期讲了倪可敏部长的，这个人家我要是看的话，我以为你是对他们2位进行专访，点进去一看，根本没有人家什么事儿，这个确实是骗吧？这个你就没仔细看，真的是有他们的事，绝对是。提到了他们，而且是很多的。你是提到了他们，但是你的题图做的感觉是你对他进行了专访。那这个我想讲第二个呢，所谓的骗呢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我希望让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抓住关键信息嘛。那你抓住关键信息，有时候就会丧失很多信息。就像大家还不少人表扬我照片拍得好，对不对？那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以前老师会说。他说我给你看一张照片，是一个俘虏被美军的枪口指着在虐待，手抓着头发，你看到是不是很气愤？但是呢，他把这个照片放大，没有剪裁的版本是什么呢？是美军在帮助他把这个人给扶起来，在救伤员。你想说的是？其实不是在虐待俘虏，我想说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你以为是真相，就像很多人一看就说，哎呀，你这个视频放屁，或者说你。这个对你就这个水平啊，有人是这么评论你在放屁。OK，我尊重他请我放屁啊，但是呢，我是想说，他看到的事实很有可能也只是部分的事实。那人家也可以说你看到的也是部分事实啊。对呀，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就我们很难完全的了解事实，这也是有时候会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照片只是看到了被定格的那个瞬间，那么我们看到的影片是什么？看到的影片只是每秒24格的真相，就仅此而已。所以我自己在剪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有这个第三个问题呢，是大脑的原因。就当你要说话的时候，你的脑子有可能会跟不上你的嘴，你还没把它这个事情思考的完全的时候，你就要尽快的把这个故事填充上去，你加了很多没有必要的形容词，你生出了一些没有必要的情节，会把它说出来，所以不自觉的我有时候回想，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有可能是我不记得了，有可能我正好讲着有一些偏差了，挑错了词，都有的。这是第三个情况，就你难免在表达的时候会有失偏颇的。这是我所谓的骗吧，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我觉得还有第4层嘛，因为我是搞法律工作的，经常以前我们去采访去跟我们的客户也好，当事人也好，去了解一些事实情况的时候，你要发现一个事情的两方，甲方乙方，他们构成出来的这个事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一个生理或者说是一个原始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本能，就是讲述对自己有利的一些事情。我们不能说添油加醋吧，但是他说的一些事情往往是把自己呈现为是一个弱者，或者是能够表现自己伟大正确光荣形象的。会，你讲的这个也是不自觉的，其实没错。然后这个你要去克服这样一个所谓的就自我美化的，一定是要时刻在脑海里面提醒说，我一定要去除那些要炫耀自己、保护自己。对，这个是挺难的。这是很难。对，我在回看的时候也会有的，就说我讲这句话是不是有一点就你经常批评我的抖书袋掉包袱？有的。有时候你为了展现自己的形象，就有人研究佛法，他说人的内心是一个自我，大脑皮层又是另外一个自我，那个自我就是负责讲故事的，什么自选体自我。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避免。对，就是在情绪层面上。我发现还有一个，就我们这回回中国的时候，我说个故事稍微长一点，就站在我们前面就站在我们后面的那个乘客，你还记得吗？出机场的时候，不记得。我们走的是 M2H 的通道，对不对？他排在我们后面，我很想帮助他的但我们后来已经通过了，我不能返回了，我不能帮助他。他有个什么事情呢？他看到旁边正常 regular 的旅客的那个地方，好像很多一个航班出来都是韩国人嘛，7、8层在。对，有很多韩国人是到大马来是打球的，看到很多韩国人。那看到我们呢是中国人，他很亲切。好，他这时候下了一个定论，他说那边是韩国人通道，这边叫做中国人通道。我其实很想回去帮他，但他自己跑开了，后来我也出去，我没法帮他了。
一开始内心你会觉得好好笑啊，这人连这边有 MM2H 通道，那个是 regular 客户的通道，他都不知道。但是你仔细一想，谁都容易犯这个错误，在他的常识里，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次旅行，他看到那边韩国人，自然就归因说那个叫韩国人通道，我们这边叫中国人通道，所以他白牌了，白牌以后又回去了。这种错误应该要警醒自己，就是每个人都可能犯。你看我们家小猫，他又不知道这个老鼠是假的，他看到就会去扑啊，他又不知道这个激光点点这不是一个这个是耍他的那个东西呢，他还是会扑上去。所以有可能我们人呢，有没有可能像那个小猫一样，像我碰到的那个中国同胞的旅客一样犯这样的错误，真的是难免。这是我想讲的第5点原因，是因为我们认知的偏差所造成的，不得不自己就会变成了一个骗子。对，那个中国车他为什么没有去看那个上面的标牌指引啊？因为机场里面写的还很清楚的呀，一个是 regular， 一个是 MM2H， 我们那个是 APAC 通道一起的嘛。那这真的是跟每个人认知有关，他可能压根他只是来旅行，他压根都不知道什么叫 MM2H， 那他看到了以后，他也没有细看，他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认知去框定别人。那我讲回来，就为了要讲清楚骗子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想，我们更要求自己，就是在做 YouTube 的时候，要坦诚的面对自己。这个就像一个修行一样。我刚做 YouTube 的时候，我请教了一个老师，他说你啊，刚开始做，你就去训练表达。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表达能力也很强啊。你听到这个话，比方说我跟你讲，你现在跟我做 YouTube 啊，你首先训练表达，你会怎样想？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呀，因为我以前上过这类的这个演讲专门的课嘛。你把自己演讲的东西你再重听一遍，就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了啊了这种小词特别多。还有为了要铺成一个观点，前面会有很多叫那个清嗓子的那些没有用处的这些话，声音啊，对。所以像不是声音，就是我们叫那个叫那个 throat clearing words， 前面会讲一堆无关紧要，其实这些话都是为了让你清嗓子，要讲后面重要的东西，像这种就很多。所以我知道肯定是不一样。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一层。我的请教的这位老师啊，他也告诉我说，首先你要去练习的表达，就是要把你的意思给说清楚。你讲的刚才，由于他紧张也好，或者他需要一些准备，他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或者像我有时候嘴一快，把后面那个词的关键词先蹦出来了。那因此我也知道，人表达的时候常常是一个一群这样把它说出去的。那你的表达是不流畅的，是切断的。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些不服气的。我说，哎呀，我这么能说，我说还会有问题吗？就是有问题。因为你平时在公司里，别人愿意听你讲，你的时间很长，但你做成节目就会发现，你这个废话还是太多了。对，是有观众是这样说，对吧？说我口水多过茶，真的，我感谢各位观众啊，也谢谢你给了我这个视角，说我口水多过茶，我从此就会用口水多过茶去审视自己。那这个是第一层。第二层呢，是我也觉得我做的应该挺好的吧，但是呢，你细看就发生了我刚讲我是一个骗子的问题。他说 OK， 当你能够训练到自己的肌肉，可以很好的表达自己的这个真实，可以很好的完整的表达以后，第二你要表达一些什么？你要表达一些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这是第二层。我一开始也觉得这很简单啊，你想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要克服我们刚讲的自己很不容易就变成骗子的那5层，还真不容易。你经不起自己1比30的10分钟用20个小时去剪视频的时候那种自我审视，有点经不起，会让自己感到羞愧的。那你再不能退步哈，你要再进一步的话是什么？就你在表达真实的自我以后，那要把内心的那些自己都没想过的把自己的一些品性品格努力的通过表达让自己去做一个好人，把这一层意思还要去拿出来，通过表达来训练自己。这个我想是我们这个频道远远没有做到的。对，以那一层来看我还是骗子以那个维度我同意大家说的。那大家一定说你就是事实层面上的什么骗了别人白血病的钱啦，怎么样骗吃骗喝这我不承认但是我从他的这个话里，我觉得也能够学到东西，学到要对自己诚实，要去探寻最真的
那个情感和做一个好人的要求，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哦，哎，这就让我想到有一个电影啊，我也邀请你跟我一起去看的，就是叫《Equalizer 3》，你不是跟我一起看的？不太记得了。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医生想要救他，但并不知道这个男主演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医生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问了他一句话说：“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回答了一句话以后，医生做了一个判断说 ：“OK， 你是好人，我看来我要救你。”他说。他回答他的就是说我不知道。后来他醒过来之后嘛，那个男主演就问他讲，为什么当时你就因为只有好人才会说我不知道。I mean, when I come here, you take care of me. You don't call ambulance. You don't call police. You don't call Carabinieri. Why? Remember what I asked you, and you said you didn't know. I don't know. Only a good man would have said that. 哦，这就让我不是说我是好人，而是我觉得你要搞清楚自己是不是个骗子，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那你是个骗子吗？是啊，肯定是啊。